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就一直想拉拢盟友对付中国，还打算把多个联盟职权范围转变为对抗中国，包括四国机制、五眼联盟、北约等。但是最近美国盟友似乎纷纷叛变了，中国三大战术奏效。最近在美国的多个对华政策上，新西兰却屡次缺席。前段时间美国的涉港联合声明中，以及主导13国质疑世卫溯源报告中都没有发现新西兰的身影。如果说这只是某种可能的凑巧，而近日新西兰外长的表态立场非常明确。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称，新西兰外长马胡塔表示，已经向五眼联盟伙伴国表态，扩大五眼联盟职权范围令人感到不安，希望五眼联盟专注于情报共享。对此，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解读，这番话发出明确信号，批评其他成员利用五眼联盟向中国施压，以此展现新西兰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五眼联盟要变四眼了。澳大利亚媒体还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新西兰多次脱离队伍，比如今年初美澳英加4国外长联合发出涉港声明，五眼中只有新西兰没有参与，当时气得美国右翼媒体大骂新西兰是为了经济好处抛弃五眼联盟。此外，在3月底美国主导13个国家联合质疑世卫组织的溯源报告，新西兰也没有参加。马胡塔还曾表示，虽然中国和新西兰两个民族各有不同，但是成熟关系是建立在维护和尊重的基础上。但是为何从今年开始，新西兰在对华政策上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有分析称，中国接连打出的战术奏效了。首先是逐个击破，从古至今，对于一个并不坚固的联盟，最好的方式就是合纵联合，逐个击破。其次是杀鸡儆猴。中国把反华先锋澳大利亚当成反击对象，这对所有依赖中国贸易的国家都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包括新西兰。中国是新西兰第1大贸易伙伴。最后，在中澳关系恶化之际，在1月初，中国和新西兰进一步加强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正是这个时候，新西兰政策开始转变，同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不仅是新西兰，包括韩国、印度、中东等国都不再积极站队。究其原因，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边主义发展，而不是单边主义和霸权。如果美国执意逆世界潮流，或将愈发被孤立，美国的梦该醒了。近日，美国在南海接连秀肌肉，甚至在该海域出动海空军展开联合演习。4架 F-16战斗机从日本北部的三泽空军基地起飞，历经数百英里抵达南海，从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上空飞过。南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军频频在该海域展开活动，摆明了就是对中国强力的威慑。现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已经完全暴露在外界眼里，将此次在南海展开联合演习实际上并不罕见。美军派出军机、军舰，甚至连罗斯福号航母打击战斗群都在南海对中国发起过挑衅。在此背景下，南海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中国曾多次给予过严厉警告，但美国仍然肆无忌惮地在南海活动。对此，我军也开始在南海甚至是东海、黄海等多个海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威慑美军。但南海传来危险警报，这一次面对美军步步紧逼，在南海摆出大架势的局面，我国为何没有任何动作？传言美国在南海出动海空军展开联合演习的消息报道出来后，不仅我国没有任何的反击动作，就连我国人都一改往日的愤怒，甚至有网友声称欢迎美军的到来。中国人的态度产生如此大的变化，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分析看来，跟美军此次在南海的演习脱不开关系。上述说过，这次美军派出4架 F-16战斗机配合罗斯福号航母打击战斗群联合演习，但事实上反而暴露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空中战力的脆弱性。虽说这4架 F-16战斗机上都各自能携带6枚空对空导弹，堪称可靠的空中力量，但这些战机的基地无论是距离南海还是台海都太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真正的空战来临时，这些需要空中中途加油才能到达南海进行作战的战机，还能有加油的机会吗？敌方的战机会给时间加油吗？再者，加油是需要1对1的，此次演习派出4架，也就只需要4架加油机。可在战时，面对一定数量的战斗机，美国能出动相应数量的加油机吗？
就算有，在极大距离远离本土作战的时候，真打起来，美军会有优势吗？相比之下，南海等同于中国的家门口，中国首先就拥有了本土作战的优势，而美国的飞机要么短腿飞不过来，要么飞过来了也没有有效的作战距离，哪怕是用海军舰艇进行补给之类的，也会在第一时间遭到我军反舰导弹甚至轰炸机的攻击。因此，美军派出航母军机，无异于是当我军反舰导弹轰炸机的靶子。至于在南海秀肌肉的这种行为更是愚蠢，除了暴露自己的弱点以外，再无任何其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美军想来送死，我国人为什么不欢迎？随着美军不断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同时中国也在多片周边海域展开高强度模拟实战训练，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愈发危险的航行自由，更是加剧了该地区冲突的风险。近日，美国和中国航母打击群在同一片海域演习，想要展示实力，但美媒却接了美军的短。前不久，美国海军官方网站曾高调公布一张辽宁舰与美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马斯挺号同框照，而且镜头下的司令官故作轻松翘起了双腿，但可以看到两舰距离近在咫尺。而在近日，美国海军网站再次发布照片，4架 F-16战机从日本南北部的三泽空军基地起飞，飞数百公里后，从位于南海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上空掠过。报道还强调，美军海空联合演习当天，中国航母和美国航母处于同一片海域。此前，日本防卫省也曾观测到辽宁号航母携带055万吨大驱、052D 驱逐舰、901综合补给舰，还有054A 护卫舰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前往南海展开演训。在几天前，国外还盛传一则歼15舰载机在辽宁舰起降的视频。中美航母打击群在同一海域演习，说明南海暗流涌动已经转变为真正明面上的博弈。但是美国福布斯网站却指出，这次演习是五角大楼一次武力展示，但是却暴露了美军在西太地区战力的脆弱性。比如这次演习出动的4架 F-16战机，其战斗力毋庸置疑，但是距离实在太远了。F-16战机无论是从距台海800多公里的日本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还是从2900公里的三泽基地起飞，都需要加油。这次出动4架 F-16战机，还配套出动了4架 KC-135加油机进行空中补给。针对中国，美军永远都有个缺陷。曾有分析预测，如果美空军介入台海局势，就必须出动数百架空中加油机，这已经远超出美空军的能力范畴。由于航程有限，最先进的 F-35A 也难以发挥关键作用，而距离更远的南海，美国更是无能为力。虽然五角大楼指望美国海军能够发挥主要作用，但是两栖攻击舰、航母等水面舰艇都受到解放军远程反舰导弹、潜艇和轰炸机队的威胁。在去年，解放军就曾展示过这种能力，2枚中远程反舰导弹击中南沙靶船，这就显得美军航行自由活动毫无意义。这么多年，中国一直都在磨刀，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早就把第三方势力干预的情况也算进去了。要让美国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地盘。